Strigoi 源自于罗马尼亚本土传说中的亡灵吸血鬼。想必在3A 时期推出这款产品的时候，一定是想让它这种诡异的身形在现实中有一个意象。当然，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啊，这样的称呼还是比较生涩，尤其到手一摸，拉链一开，一看你这有牛，什么斯特里格伊啊，读不了一点，你以后就叫唧唧怪。个子是小，情儿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依旧是情怀向的产品啊，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或者有没有了解过？但是这是全新的由 Underworlds 推出的，还是叫唧唧怪顺嘴一点啊，唧唧怪。UV 的这个包装啊，简约。确实很简约，黑白两色，甚至在前方没有什么复杂的画面，两个星球星体交错一样，有一些科幻风格的一个简单的 logo。翻过来的话会复杂一些啊，原本形象的一个类似于插画或者说概念图，鬼鬼祟祟、狗狗嗖嗖，很像东京奥运会时候的那个东西啊，够诡异、够差劲的。给了一个哇，这个可以的啊，简略的一个插画集设定稿，似乎也是具有一定逻辑性的啊，这个不错。封套也是一个黑白的，像是卡纸，一层海绵打开，主体个头真的巨大啊！这个老的唧唧怪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啊？就是很大的、很高挑的、很诡异的身材，是这味儿啊，是这味儿啊！对这款产品而言的话，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之极端的。但是相比于已经是大相径庭的 WWR 还有 TK 呢，它反而是一个更原汁原味的一款产品。就曾经在3A 时期的这个造型几乎就是这样。它没有什么具体的很大结构上的变化，形象上呢很高挑诡异的一个身材啊，高度也逼近了36厘米，这个在1:6的产品中少见的一个身高。佝偻的躯体加上极不协调、极其修长的四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都市怪谈中的高个子男人。加上头部这个似笑非笑的怪异面容，像是最近那部电影叫什么《后世》中才会存在的一种怪物。围绕着它也可以很顺理成章展开一定的联想，比如说在一个幽暗昏暗的环境下，废弃的空间站中，很远的距离有一个修长的影影绰绰的身影，摇摇晃晃向你走来，恐怖的氛围感非常的强。服装部分的话，和以往一样的宇航服的一个形式，实际它是分2个版本嘛。目前展示的其实是普通版，还会有一个破坏性的就浑身残破、爆衣爆开的那个会员版。服装表面的话，会比我想象的更充盈一些，很厚重的这种做旧效果。以至于我分不清它是什么底色啊！我之前觉得它是一个黄色的这种羽绒服就是宇航服，泛绿的脏话效果但实际在涂装的逻辑上呢，黄色呢是用线条做了出来我之前会以为它的这个效果是追求那种水洗感，服装折到一起。涂抹一个这个脏脏的这个效果嘛，再拉伸开产生一个自然这种纹理，但实际这些纹理是直接涂上去的，倒也能理解啊，就是它需要让个体之间的差异更小，我通过这种方式来讲的话，会更加简单一些。在目前的这些玩具产品中，这个做旧还是拔尖的，但是相对于曾经3A 一些更优秀的做旧来讲，就不会那么自然。结构上来讲，这种素体属于说特体嘛，稳定性来讲，实际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啊。
双脚正常的直立站立，不依赖支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手臂这里的话是2段的弯折的结构，就它相当于有2个胳膊肘，你可以把它凹一个大幅度的这种弧形，像是伸出去，这个手还扭扭曲曲、弯弯曲曲的那种感觉，这里紧实程度要比我想象中的好得多啊！也能发现里面的塑体实际和这个头雕以及手型一样，都做出了这种仿佛干尸一样，或者说接近于那种风干的感觉。手部的话，2个大尖爪无指可动，因为棱角分明啊，所以说你基本上不需要特殊的给它摆什么造型。鞋子的话，精度要比曾经那个产品我觉得还是高一点。梳妆同样是很浓重的旧化，裆部这里从前端有一个拉锁拉链，可以延续到后背的上端，前面就不展示了，后背就可以看到这个塑体的一些具体的效果，制作来讲还是不错的。配件上呢，首先还是头盔，上方能看到刮擦的痕迹以及这种小的锈斑锈点，前方透明件边缘呢有一些像这种污渍的一个体现。内部这个环状采用了磁吸，4个小的强磁，直接一扣，正前方这个透明罩子和2间这个半透明的像袋子一样的东西啊，可以形成一个呼应，而且都做出了相对比较浓的这种脏污的感觉。泛黄的这个偏茶色的一个镜面吧，半透光进去能看到若隐若现这个似笑非笑的脸，氛围感超强啊！我一直觉得这个玩具不安和诡谲的那种体验啊，我是非常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个个人胃口是很喜欢。然后还给了一个脑袋啊，并非什么替换头，像一个干尸。下方脖子这里能看到切割开的这个一些喉管、气管啊。正前方这个脸呢，同样棱角分明的这种干瘦干瘪的感觉，做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后端后脑这个插口可以正好连在手心这个逆刃上啊，这个刺儿上，方便做一个握持的这种动作。整个感觉上啊，我觉得这款产品是目前 UV 所有产品，就 Underworld 所有产品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可以说是原汁原味，基本没有做什么大的改动。因此，如果你有曾经的机器怪的话，它们进行互相搭配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前面也说它这个作用效果和曾经3有一些产品去对比的话有一定差距，但是放在现阶段主流的审美中还是很少见的。敢去这样做，我觉得是好事儿。平时的话，其实需要注意的点是重心比较高，这个塑体支撑性上没啥问题啊，就你拿起来摇摇晃晃啊，它不会那种打快板啊噼里啪啦的啊。但是站到这里的话，依然会有一些个不稳。除了重心靠上以外啊，鞋子嘛，一体结构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接力幅度啊。再者呢，你把这个手向前伸啊，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一样会影响它的重心。平时站柜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后面的话有这一只有点不过瘾，实际真有点不过瘾。想看看那个就破烂的那个版本吧，就是叫会员版还是什么来着？有没有好一点的价格？看一看能不能凑上一对儿。也觉得2只或者几只摆到一起都不错的。然后如果你有其他相似的玩具，包括之前那个僵尸啊，那个胖胖宇航员啊，放到一起高矮胖瘦都有，聚在一堆儿，能有更好的一个那种氛围感吧。未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异色呀，或者换色，其实能做一个白色，我觉得不错。如果你是曾经就喜欢这个系列的老玩家，一起搭配，也还真不错。如果你是个新玩家，对于这种很奇怪、诡异，甚至是猎奇的造型感兴趣的话，去入手这个新款，日常保存和稳定性上来讲，会比曾经那个产品更友好一些。然后呢，这一期呢，今天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1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